上天赐予了我无尽的寿元，却吝啬地剥夺了我自保的能力，只给我每年1次升级加点的机会。但我瞬间明白了系统奖励的意思，只要我苟得足够久，就一定能够无敌。为了在这兵荒马乱的乱世中活下去，我每次都毫不犹豫将点数加在了伤害上，而仅仅是增加了1点伤害值，便让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我立刻拥有了徒手劈山的能力。所以第2年我依然选择增加伤害。谁曾想我的身体竟直接升级成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躯，靠着这副身板，我顺利在听雨镇成为了一名巡捕。本以为就此便能安稳修炼，可好景不长，我任职的第1年，大晋对蛮族宣战，全国征兵的消息传开了。原本以为自己难逃上阵杀敌的命运，可官府看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家里没有老婆没有牵挂，怕我到战场上临阵脱逃，竟破天荒的没有把我送往尸山血海的前线。不过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，队长柳晴风临行前将他8岁的女儿托付给我，就这样我开始和柳如烟相依为命。4年时间转瞬即逝，4点伤害加深的我，在凡人里已然是无敌的存在。正巧一伙马匪跑来镇上撒野，我单枪匹马砍翻50多个匪徒，算是成功救下了全镇老小。靠着这份泼天的战功，我顺理成章坐上了巡捕队长的位子。镇长对我更是另眼相待，直言等他告老还乡那天，这把镇长的交椅非我莫属。但此时也传来了一个坏消息，我所杀的马匪中有个叫季伯达的人，他哥哥季伯昌2年前走了狗屎运，攀上了仙元，摇身一变成了仙门弟子，这意味着他极有可能回来寻仇。不过对方也刚入仙门，没个1-20年怕是下不了山，所以我的心里并无慌张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等再加20-30年的伤害，到时候谁教训谁还不一定呢。时光飞逝，转眼到了第11个年头，我的伤害已经累计到了10点，随手一拳便可破山开路。于是我决定尝试给气运值加点，仅是1点效果却立竿见影。我走路疯狂捡钱，随手一掷骰子便赢了1壶酒，运气好到爆炸。又过了2年，一个坏消息传了回来，柳晴风死在了前线。消息传回听雨镇那天，柳如烟哭得撕心裂肺。这时镇上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几个自称隐月宗的仙人突然降临，准备在此收徒。按他们的说法，感应到这地界有位大气运者，而大气运者通常仙途无量，但这类人却是凤毛麟角。上一个有这等气运的人，正是他们隐月宗的开山祖师苏妹儿。最开始我以为他们口中的大气运者是我，不料一测才知道，那人却是我一手拉扯大的柳如烟。柳如烟并没有拒绝成为亲传弟子，只因在这些年的相处中，他早已发现了我容颜永驻，绝非凡人。为了能跟我在一起，他不仅答应做隐月宗的圣女，还求宗门把我也带上。隐月宗本以为只是小事一桩，可一测我的资质，竟然是100年难遇的无气运者。这种体质最是晦气，据说能把身边人的气运都给克没。宗门明令禁止招收，于是我就这么被干脆利落的拒之门外。不过隐月宗的人倒也不算绝情，为了了结这段因果，答应给我些补偿，功法丹药法宝随便挑。我琢磨了半天，张口问有没有用寿元来换修为的功法。这仙人也是头回见这么自虐的要求，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但还是找了找，随手丢给我一本秘籍，封面上写着3个古朴的大字焚元诀。那仙人又随手丢给我2枚固元丹，说是额外的补偿，随后便带着柳如烟化作流光消失在天际。我翻开秘籍，越看心中越是安定，这功法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，以寿元换取修为，300年可成金丹，3000年可成大能，3万年可至圣人，30万年便可无敌于天下。旁人或许会为这漫长的岁月绝望，可我本就拥有无尽的寿元，最不缺的恰恰就是时间。回到听雨镇后，我一边处理巡捕队的公务，一边暗中修炼焚元诀。岁月如流水般悄然划过，又过了10年，老镇长如约退休，于是我成了听雨镇新任镇长。这些年来，我的容貌丝毫未变，镇上的人纷纷议论，镇长大人肯定是得了仙缘。消息传开后，不少江湖人士慕名前来，想要拜入我门下。我一概婉言谢绝，既未否认，也没承认自己有仙缘，只是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神秘。终于有人坐不住了，几个帮派联合起来，安排了一场试探。那天我正在镇口巡视，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带着一群打手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口出狂言要讨教。我没有多说，只是弯腰从路边水洼中蘸起一滴水珠，屈指弹出。那滴水珠裹挟着23年积累的22点伤害之力，瞬间将那壮汉击飞100米开外。其余打手吓得面如土色，连滚带爬的逃了。围观百姓先是一愣，继而爆发出震天的喝彩。果然，那日立威之后，听雨镇彻底清静下来，没人再敢来试探，也没人敢在镇上闹事。我便安安稳稳的当我的镇长，一边处理公务，一边暗中修炼焚元诀，日子过得倒也踏实。然而安稳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这天黄昏，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听雨镇，为首之人身着玄色官袍，腰悬金印，正是大晋巡捕司总捕头陈立。他见到我后，倒也没有绕弯子，直接开门见山的问：大晋与蛮族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朝中能征善战的将领死伤殆尽。我听闻听雨镇有位容颜不老的镇长，疑似身怀仙缘，特来请你出山，助朝廷扭转战局。我并未立刻答复，而是请他入内详谈。席间我旁敲侧击地打听起这方天地，陈立倒也没有隐瞒。我们所处的这片大地名为下界，灵气稀薄，修仙者凤毛麟角，那些真正拥有通天彻地之能的仙人，大多居于上界，极少下凡。即便偶有仙人降临，也多是匆匆来去，不敢久留。这方天地对他们而言，似乎有着某种无形的限制。我听到这里，心中便有了计较。既然上界仙人极少下凡，下界修仙者又如此稀缺，那我何必急于一时？于是我婉言谢绝了陈立。我虽有几分机缘，但修为尚浅，远不足以左右一国战局。与其让我去前线送死，不如让我继续留在听雨镇，安安稳稳的修炼。待他日修为大成，自会为这天下出一份力。陈立听完沉默良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，没有强求。他留下一块巡捕司的令牌，
若你改变主意，随时可以凭此令牌找我。送走陈立后，我独自站在镇口，望着远去的队伍，我的心中愈发笃定，这乱世之中最不值钱的是人命，最值钱的是时间，而我拥有最多的恰恰就是时间。我又何必急着去趟那浑水，安安静静的加点，待到千年万年之后，这天下又有谁能拦得住我？可这世道终究不会让人太平太久。就在我拒绝陈立出山的1年后，镇上出了怪事，接连有百姓失踪，隔几日便会在荒野发现尸体，浑身精血尽失，形如干尸，死状极惨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我以镇长的身份亲自带人查探，却始终找不到凶手踪迹。就在我准备加大力度排查时，一位自称云虚子的道长路过听雨镇，此人身着灰袍，手持罗盘。贫道感应到此地妖气冲天，特来降妖。我本不愿多生事端，但见他言之凿凿，便由着他去了。谁料这一去竟是永别。3日后，我在镇外一处废弃的道观中找到了云虚子道长的遗体，他浑身发黑，七窍流血，手中死死攥着一卷残破的手札。我翻开手札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几行字：后山蛟龙已修成气候，非人力可敌。我合上手札后沉默良久。云虚子道长与我非亲非故，却是因我听雨镇的百姓而死，这份因果我得接下。当晚我独自一人上了后山，这些年我从未深入过后山腹地，只因我一贯的准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可这一次避无可避，山峰凛冽，林木萧瑟，行至一处断崖前，我终于见到了那个东西。那是一条通体漆黑的蛟龙，盘踞在山涧之中，身躯足有水桶粗细，2棵树同在夜色中泛着幽冷的绿光。它察觉到我缓缓昂起蛇手，张口便是一股腥臭的毒物。我没有退后，这些年来我每年都将点数加在伤害上，算上最初11年积累的10点，后来每年1点，如今已是整整24年，23点伤害我从未真正试过它的极限。今日便拿这条畜生试试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运转全身气力，一拳轰出。那一拳裹挟着24点伤害之力，拳锋所过之处，空气都发出爆裂的轰鸣，拳劲撞上蛇手，那半座山崖竟直接崩碎，碎石飞溅，烟尘漫天。待尘埃落定，那条蛟龙已被生生轰入山体之中，7寸处彻底粉碎，再无半点生机。我走上前去，正要查看，那蛟龙尸身中忽然涌出一道淡金色的气机，径直没入我的眉心，一股温热之感瞬间流转全身，随后便归于平静。我隐约觉得体内似乎多了些什么，却又说不上来。待我下山回到镇上，已是第2日清晨，百姓们见我浑身尘土，衣袍破损，纷纷围上来询问。蛟龙已除，日后不会再有干杀了。众人先是一愣，继而欢呼雀跃。一拳碎了半座山，简直是半仙之能。于是这陆半仙的名号便在听雨镇传开了。我对此不置可否，依旧是那副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模样，只是心里清楚，这世道能少出风头便少出风头，安安静静加点才是正途。于是我决定彻底沉下心来，将镇长的事务交托给副手，自己则在后山寻了一处僻静山洞，开始了漫长的闭关。焚元诀的修炼需要心无旁骛，每一次运转功法都能清晰感受到寿元在缓慢流逝，化作修为在体内积淀。旁人或许会觉得这是在燃烧生命，可对我而言，寿元本就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用不完的时间来换修为，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。春去秋来，年复一年，我几乎不再过问山下之事，偶尔出关采买些必需品，也是来去匆匆，不与旁人过多交谈。镇上的人见我一心修道，倒也不敢轻易打扰，只是我那陆半仙的名号却越传越远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便是数十年过去。这一日，我结束了一个阶段的修炼，下山回镇补给，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微微一怔。昔日的听雨镇早已不复旧时模样，镇子扩建了数倍有余，街道两旁店铺林立，人来人往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镇口那块青石牌坊上赫然刻着3个大字：分金庄。我寻了间茶馆坐下，一边喝茶一边听人议论，这才知晓了这些年的变化。原来自我斩杀蛟龙之后，便有越来越多江湖人士慕名而来，想要沾一沾我这半仙的仙气。起初只是零星的散修游侠，后来人越聚越多，便有人在镇上开宗立派传道授业。久而久之，这听雨镇竟成了江湖中一处圣地，4大门派在此立足，分别是天剑宗、万刀门、铁衣帮以及玄机阁。4大门派各据一方，门下弟子成百上千，俨然将这小镇经营成了江湖武林的中枢。我听着这些消息，心中并无太多波澜。说到底，这些人不过是借我之名，行利派之事罢了。只要他们不在镇上为非作歹，我懒得去管。至于那陆半仙的名头，被他们借去用倒也无妨。然而更大的变故还在后头。茶馆的说书人话锋一转，谈起了大晋朝局。据他所说，我闭关这数十年间，大晋与蛮族的战事一败再败，边疆数道防线接连失守，朝中武将凋零。偌大一个大晋王朝，如今已是风雨飘摇，名存实亡。我放下茶碗，心中暗叹，当年陈立来请我出山时，大晋虽已显露颓势，却远未到如今这般田地。若我当时应允，或许能改变些什么，但也未必。以我当时的修为，顶多算是个厉害些的武夫，扔进那绞肉机般的战场，也不过是多添一具尸骨罢了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摇了摇头。这天下大事与我何干？我只需守住这听雨镇一方安宁，安安心心的修炼焚元诀。待到修为大成之日，管他什么蛮族什么乱世，通通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。这天清晨，我正于洞中运转焚元诀，忽觉山下一股凌厉至极的剑意冲天而起，惊得满山鸟雀四散。我微微皱眉起身，走到洞口，远远望去，只见镇外渡口方向一道雪亮的剑光直劈而下，轰然巨响中，整座渡口连同那艘最大的客船，竟被一剑斩为2段。紧接着一道清朗却透着无尽寒意的话语，如雷声般滚过整个小镇。35年来，我纪伯昌今日下山，便是要寻那杀我弟弟的凶手，交出人来，
否则这渡口便是你们的下场。四大门派的掌门闻讯纷纷赶到，我虽未亲至，却以神识遥遥观望。只见那纪伯昌立于半空，脚踏飞剑，一袭白衣猎猎作响，周身灵气流转，赫然已是筑基中期的修为。他手中捏着一枚铜钱模样的法器，正缓缓推演着什么。片刻后，他眼中寒光一闪，冷笑着对四大掌门开口：画像显示，那凶手35年来从未离开过听雨镇，如今定还藏匿在此地。我给你们3个时辰，将这镇上从未离开过之人统统揪出来。若交不出人，我便一件一件将此地夷为平地。四大掌门面面相觑，脸上皆露出为难之色。天剑宗掌门上前一步拱手：上仙息怒，我等在此立派不过数十年，实在不知您要找的究竟是何人。纪伯昌闻言冷哼一声，手中剑诀一转，一道剑气擦着那掌门的发髻掠过，将其身后一座假山削成2半。少说废话，3个时辰，一刻也不得拖延。四大门派不敢再变，只得硬着头皮派人下去排查。一时间，整个分金庄鸡飞狗跳，所有在镇上居住超过35年的人，全都被一一登记在册。我立于山巅，远远看着这一切，心中已明白了几分。那纪伯昌要找的便是我。35年未曾离开听雨镇，又亲手杀了他弟弟纪伯达，这镇上除了我再无第二人。我缓缓收回神识，转身看向洞中那面落满灰尘的铜镜，镜中人容颜依旧，与35年前别无二致。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正欲走出山洞，却听山脚下传来一声惊天巨响。纪伯昌见时辰已到，四大门派交不出人，竟直接一剑劈向后山。那剑气裹挟着筑基中期的全部修为，直奔我闭关的山洞而来。轰的一声巨响，整座山崖被齐腰斩断，碎石裹挟着尘土倾泻而下。我闭关多年的山洞瞬间坍塌，一袭白衣自半空缓缓降落，正是那纪伯昌。他手中捏着一枚铜钱模样的法器，此刻正散发着悠悠金光。他目光如电扫向我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我推演了35年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那弟弟确实是我所杀，那你又待如何？纪伯昌闻言，眼中杀意暴涨，手中剑诀一转，一道剑气裹挟着筑基中期的全部修为，直奔我心口而来。我没有退，这24点伤害加成的肉身，便是我最大的依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拳迎了上去，拳剑相交，轰然巨响，脚下山石崩裂，我的手臂一阵剧痛，整个人被震退数丈。低头一看，拳面上竟被割出一道浅浅的血痕，这是我自加点以来肉身第一次被破防。纪伯昌微微皱眉，似乎也没料到我一个凡人竟能硬接他一剑，倒是有些本事，可惜你终究只是凡人。话音未落，他手中飞剑一化为3，从3个方向同时袭来。我不敢拖大运转全身气力，左突右闪，拳拳轰出，与剑气硬汉，只是每一剑都震得我气血翻涌，身上也多了几道伤口。就在此时，一道久违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：叮，宿主寿元无尽，系统100年后开启天道加点模式，届时可同时加点伤害、气运、防御。我心中一震。这沉寂多年的系统竟在此刻苏醒，100年，我需要再撑100年。可眼前面对纪伯昌，连这一炷香我都不知能否撑过。又是一剑袭来，我侧身避过，肩头却被削去一块皮肉，鲜血瞬间浸透了衣袍。不行，我得走，这样硬拼下去，我撑不过10招。于是我且战且退，故意露出一个破绽。纪伯昌果然上当，一剑刺空，我借机转身朝后山密林深处急掠而去。想跑，你跑得了吗？我顾不上回话，拼尽全力在林间穿梭。这后山我住了数十年，一草一木都烂熟于心，而纪伯昌初来乍到，便是修为再高，也难免被我甩开一段距离。只是我心中清楚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他很快便会追上来。我必须想个办法彻底摆脱他，或者说找个东西拖住他。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地方，后山深处那处上古封印遗迹，我曾无意间到过那里。封印中透出的气息凶厉至极，连我都不敢靠近。若是将纪伯昌引到那里，说不定能借那封印中的东西牵制他。打定主意后，我调转方向朝那处遗迹奔去，身后剑气破空之声越来越近。纪伯昌显然已追了上来，你以为逃进林子我便找不到你吗？我的推演法器已锁定了你的契机。我心中暗骂，却不敢停下脚步。终于前方出现了那片断崖，断崖之下便是那处封印遗迹。我纵身跃下，稳稳落在遗迹边缘，身后纪伯昌也紧随而至。他刚一落地便皱起了眉头，这气息是上古凶兽。他没有犹豫，一剑朝我斩来。我侧身避开，顺势朝封印深处退去。封印之中，一头通体漆黑的巨兽正匍匐在地，它形如巨狮，却生着3颗头颅，周身缠绕着暗紫色的锁链。此刻他似乎感应到生人气息，缓缓睁开了6只血红的眼睛。纪伯昌脸色一变，是灵兽，你竟敢引我来此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继续朝是灵兽的方向退去。纪伯昌只犹豫了一瞬，最终还是追了上来。他不能放我走，正如我不能死在这里。就在是灵兽即将暴起的那一刻，我猛然转身，拼尽全力一拳轰向封印的核心。那一拳裹挟着25点伤害之力，直接将封印打出一道裂纹。锁链崩断的瞬间，是灵兽发出了震天的嘶吼，3颗头颅同时朝纪伯昌扑去。纪伯昌脸色大变，不得不全力应对，而我则趁着这个间隙，拼尽最后一丝气力，从遗迹的另一侧逃了出去。我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，只知道双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。待我终于回到山洞废墟时，天边已泛起鱼肚白，我瘫坐在碎石堆中，浑身是血气若游丝。就在此时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检测到宿主遭遇致命威胁，紧急开启前置加点，防御加1。一股温热之感瞬间
流转全身，一层淡金色的光晕从我皮肤下浮现出来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那光晕虽淡，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坚韧。我喃喃自语：100年，我该如何撑过这100年？话音未落，远处遗迹方向传来一声惊天怒吼，紧接着是纪伯昌愤怒的咆哮：陆长生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我缓缓抬起头，望向那片被晨光照亮的山林，心中却异常平静。今日我能活下来，明日我便能继续活下去。1年不行就10年，10年不行就100年、1000年。我拖着残破的身躯在山洞废墟中躺了整整3日。这3日里，我几乎没有合眼，只因远处遗迹方向时不时会传来是灵兽的怒吼和纪伯昌的剑鸣。直到第4日清晨，那声音终于彻底消失了。我不知道是灵兽被斩杀，还是纪伯昌选择退走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我暂时安全了。我强撑着站起身，身上的伤口已在防御加点的加持下结痂。那一层淡金色的光晕虽然已经隐去，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肉身比之前更加坚韧，这便是防御加点带来的好处。我简单收拾了一番，便朝山下走去。分金庄的街道依旧热闹，只是这份热闹底下藏着一股暗流。我寻了一间茶馆坐下，要了一壶茶，一边喝一边听着周遭的议论。有人说纪伯昌被凶兽缠住，生死未卜；有人抱怨这场祸事是我招惹来的，不该连累旁人；也有人替我说话，提醒大家我那一拳碎山的本事。我端着茶碗，面不改色，心中却已明了。这分金庄我是待不下去了，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，我从不指望旁人替我挡刀。正想着，便见天剑宗的一名弟子神色慌张地从门外跑过。我放下茶钱，起身沿着镇子外围走了一圈，果然发现4大门派的掌门正在暗中碰头。以我如今的耳力，隔着一道墙便能听清他们的对话。那陆长生惹来的可是仙门弟子，咱们犯不着陪他送死，可咱们能在分金庄立派界的便是他的名头。这过河拆桥，名头重要还是命重要？你自个儿掂量掂量。他们商议着后决定，若纪伯昌再次杀来，不如将我交出去以求自保。至于借我名头立派的恩情，在性命面前自然不值一提。我没有继续听下去，转身离开了。这些人的心思我已摸得一清二楚，他们忌惮我的实力，不敢明着对我动手。但若纪伯昌真的再次杀来，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出去挡刀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趁早离开。我回到山洞，简单收拾了行囊，带上了焚元诀的秘籍和一些干粮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住了数十年的分金庄，心中并无太多留恋。这世上能让我牵挂的人本就不多，而他们大多已经不在了。我一路向南朝南荒的方向走去，那边地势复杂，人烟稀少，正是避祸的好去处。走了大约2日，我在一处荒村前停下了脚步。这村子显然已经荒废多年，残垣断壁间长满了荒草。我本打算绕过去，却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，那是仙门丹药特有的气息。我放慢脚步朝村中走去，绕过一座坍塌的土墙，便看到了一个白衣女子正蹲在水井边打水，那背影纤细，却透着一股熟悉的气息。她似乎感应到了我的到来，缓缓转过身来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看到了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，是柳如烟。她比30多年前高了许多，眉眼间褪去了少女的青涩，多了几分清冷出尘的仙气，但那双眼睛没有变，依旧是当年那个趴在我背上哭着说要等我回来的小姑娘。她手中的水囊掉在了地上，快步走上前来，上下打量了我许久，目光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欣喜。我告诉她我一路向南避火，她则说自己奉宗门之命下山调查上古封印松动之事，一路追踪封印的气息来到此处。说着，她的目光忽然变得复杂起来。陆大哥，你身上的气息不对劲，衰败与新生并存，这不是凡人该有的迹象。我心中微微一动，这丫头的眼力比我想象中要强得多。但我只说是路上受了伤，并未多解释。她显然不信，却也没有追问。我们决定结伴同行，一来南荒之路确实凶险，二来他此番调查的封印遗迹也在那个方向。刚走出荒村不过半个时辰，前方林间便传来一阵低沉的嘶吼。我眉头一皱，那声音我再熟悉不过，是灵兽，而且不止一头。果然林间窜出3头通体漆黑的巨兽，虽然没有遗迹中那头3手巨兽那般庞大，但每一头都有牛犊大小，6只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。我一步跨到柳如烟身前，她没有退缩，手中掐出一个法诀，一道银白色的光照将我们2人笼罩其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欺身而上，一拳轰向最近的那头是灵兽。这一拳裹挟着25点伤害之力，直接将那头是灵兽轰飞出去，撞断了2棵大树。另外2头是灵兽见状，同时扑了上来。我没有退让，左拳右掌接连轰出，柳如烟在我身后以仙法辅助，一道道银光精准的击中是灵兽的要害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3头是灵兽便尽数毙命。夜幕降临，我们在林间空地上升起了一堆篝火，柳如烟坐在火边，双手抱膝，火光映在她脸上，忽明忽暗。沉默许久之后，她突然开口问：陆大哥，你是不是修炼了什么消耗寿元的功法？我心中一惊，她是怎么猜到的？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往火堆里添了一根柴。你身上的气息骗不了我，修仙之人讲究寿元与修为平衡，你的修为暴涨，寿元却在飞速流逝，这种失衡的迹象，我只在宗门典籍中见过一种功法能做到，那便是以寿元换修为的禁术焚元诀。我看着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，他见我沉默，眼眶便微微泛红，正欲开口说些什么，远处林间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兽吼，紧接着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冲天而起。
那股气息我再熟悉不过，是季伯昌他已脱困了，而且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追来。那一道剑气来得急都要快，我来不及多想，一把抓住柳如烟的手腕朝林中闪去。轰的一声巨响，我们方才站立的那片空地已被剑气离出一道深沟，枯枝碎叶漫天飞舞。季伯昌的身影从林间缓缓走出，他浑身浴血，衣袍破碎，显然与世灵兽一战让他吃了不小的亏，但他的气势反而比之前更加凌厉，如同一柄被鲜血淬过的利剑。他的目光扫过我，又落在柳如烟身上，眼中闪过一丝忌惮。难怪你敢从分金庄逃出来，原来是找到了隐月宗做靠山。可惜今日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他冷笑一声，手中飞剑嗡嗡作响。我没有接话，只是将柳如烟护在身后，他也没有退缩，手中掐出一个法诀，周身银光流转。季伯昌率先出手，一剑化万剑，铺天盖地朝我们照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双拳齐出，25点伤害之力倾泻而出，拳风与剑气碰撞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柳如烟在我身侧以仙法辅助，一道道银光精准地拦截那些漏网的剑气。只是季伯昌毕竟是筑基中期的修为，我们二人的联手在他面前终究差了一线。一道剑气突破了我的防御，在我肩头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，鲜血瞬间染红了半边衣袍。柳如烟见状惊呼一声，手中法诀一乱，险些被另一道剑气击中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心中迅速盘算着，我们撑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而季伯昌显然不会给我们第二次逃脱的机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。我咬了咬牙，心中做了一个决断。焚元诀第3层以寿元换修为，我从未试过，因为秘籍上写的清楚，这一层一旦运转，便要燃烧500年寿元。500年对凡人而言是10辈子，但对我而言不过是数字。我闭上眼，体内焚元诀疯狂运转，寿元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，化作一股磅礴的修为之力在体内横冲直撞。瞬间一股钻心蚀骨的疼传来，但我没有停下，因为我知道停下便是死。那一刻，我的修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攀升，炼气巅峰，筑基初期，终于在3息之后稳稳停在了筑基初期的门槛上。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季伯昌的下一剑已至眼前，我没有闪避，抬手直接握住了那柄飞剑，剑刃割破我的掌心，但我浑然不觉，只是用力一攥，咔嚓一声，那柄跟随季伯昌数十年的飞剑竟被我生生捏碎。季伯昌脸色大变，这不可能，我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，一步跨出，欺身而进，这一拳裹挟着筑基初期的修为，加上25点伤害与1点防御的加持，拳锋所过之处，空气都发出了悲鸣。季伯昌仓促抬手格挡，但我的拳头直接轰碎了他的护体灵光，结结实实的砸在了他的胸口。他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，撞断了3棵大树，才重重摔在地上。他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口中涌出大口大口的鲜血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骇。你这是什么功法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走到他面前，低头看着他。他忽然笑了，笑声中满是不甘与疯狂。35年的谋划，到头来竟是一场空。我蹲下身，平静地看着他。你不该来惹我。说完，我一掌拍下，结束了他的一切。林间恢复了寂静。柳如烟站在我身后，他没有说话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一种让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我缓慢地转过身，他便快步走上前来，伸手抚上我肩头的伤口，指尖微微发颤。他没有问季伯昌的事，只是轻声说了一句话：你方才那一击，燃烧了多少年的寿元？我沉默片刻，如实相告：500年。他的手指猛地收紧，眼眶瞬间红了，但他没有哭，只是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他告诉我，他所在的隐月宗有一门秘法，名为月华归元诀，可以借助月华之力补充损耗的寿元。这门秘法藏在一处上古月神殿的遗址之中，他要带我去找。我没有拒绝，因为我知道以我如今的状态，下一次遇到强敌便只能燃烧更多的寿元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们简单处理了伤口，便继续上路，朝南荒深处走去。走了大约3日，我们终于找到了那座月神殿的遗址，只是殿前已经站了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女子，一袭红衣如血，无发如瀑，容貌之美是我平生仅见。她背对着我们，周身流转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。柳如烟见到他，先是一愣，继而快步走上前去，恭敬地行了一礼：“弟子柳如烟拜见师祖。”我心中一震，师祖，那便是隐月宗的开山祖师苏妹儿，传说中的上古真仙转世。苏妹儿缓缓转过身来，目光在柳如烟身上停留了一瞬，便落在了我身上。那目光如同2柄利刃，仿佛要将我里里外外看个通透。他忽然笑了，笑容中带着几分我读不懂的深意。他的声音清冷如月下泉水：“你身上有天道留下的痕迹，而且这痕迹浓得几乎掩盖不住，你便是他选中的人吧？”我心中一凛，还未开口，脑海中便响起了系统的警报声：检测到天道干涉者靠近，危险等级判定中，判定结果未知。我站在原地没有动，苏妹儿依旧看着我，那双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睛里多了一丝我捉摸不透的情绪。你有没有想过系统可能会消失？苏妹儿那句话说完之后便没有再开口，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目光中的情绪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柳如烟站在一旁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她不动声色地走近几步，隐隐挡在了我和苏妹儿之间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拱手行了一礼。苏妹儿微微点头，算是回礼。她转过身，抬手在月神殿的大门上轻轻一按，那扇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石门便缓缓开启了。殿内幽深昏暗，一股古老而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他率先迈步走入，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话：“
月华归元诀藏于殿中三重试炼之后，我回头看了柳如烟一眼，她冲我点了点头，我们便跟了上去。大殿之内远比外面看起来要广阔得多，穹顶之上刻满了古老的符文，地面铺着巨大的青石，每一块上都残留着岁月磨砺的痕迹。苏美尔停下脚步，前方的道路分成了3条，每一条都通往不同的方向。他转过身看着我们，3重试炼，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第1重。我本以为他会选择单独前行，但他只是站在原地，似乎在等我们做出决定。柳如烟看了我一眼，便朝左边那条路走了过去。苏美尔选了右边，我站在中间的路口，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路。道路的尽头是一扇青铜门，我推开门走进去，里面是一间空旷的石室，四面墙壁上镶嵌着发光的灵石，将整个房间照得如同白昼。石室的中央立着一面铜镜，镜面如水波般荡漾。我走到镜前，镜中倒映出的不是我如今的模样，而是另一个画面。画面里的我盘膝坐在山洞之中，身前焚元诀的秘籍翻开着，我正运转功法燃烧寿元。画面一转，我身上的修为飞速攀升，但与此同时，系统的声音却在渐渐远去，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微弱，直至彻底消失。画面中的我猛地睁开眼，脸上露出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，那是恐惧，纯粹的恐惧。我下意识地伸手想要触碰那面镜子，镜中的画面却在一瞬间碎裂，化作了漫天的光点，石室恢复了平静，铜镜依旧立在原处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，镜子中的信息是在告诉我系统会消失，这个念头如同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。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或者说我一直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，但这一刻它被赤裸裸地摆在了我面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些杂念压了下去。转身走出了石室，回到大殿时，柳如烟已经等在那里，她的眼眶微微泛红，看到我之后快步走了过来。她没有说她经历了什么，只是安静地站在我身边。片刻之后，苏美尔也从那条路上走了出来，她的面色如常，只是那双眼睛里多了几分疲惫。她没有看我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第1重试炼已过，接下来是第2重。话音未落，大殿深处便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，一尊巨大的傀儡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那傀儡通体由不知名的金属铸成，足有3丈之高，周身流转着金色的灵光，每一步踏出地面都在震颤，金丹期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，如同一座山压在胸口。苏美尔看了一眼那傀儡，便率先出手了。他抬手一挥，一道暗红色的光带从袖中飞出，如同一条灵蛇般缠向傀儡的双臂。傀儡怒吼一声，双臂一震，竟将那光带震开了几分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一步踏出，欺身而上，一拳轰在傀儡的膝盖关节处，25点伤害加上筑基初期的修为，这一拳让傀儡的身形晃了一晃。柳如烟在我身后掐动法诀，一道道荧光精准地落在傀儡的关节缝隙处，让他的动作变得迟缓起来。苏美尔见状再次出手，这一次他的攻势比之前凌厉了数倍，漫天的暗红色光刃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，将傀儡逼得连连后退。我抓住机会纵身跃起，一拳轰在傀儡的胸口，拳劲透体而入，傀儡内部传来一阵咔嚓的碎裂声，他的动作终于停了下来，巨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激起漫天的尘土。苏美尔收回手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，他嘴角微微勾起一个弧度，像是在打量什么有趣的东西。我没有在意他的目光，只是转身看向柳如烟，确认他没有受伤。柳如烟冲我摇了摇头，但他的目光却越过我，落在苏美尔身上，带着一丝我读不太懂的情绪。苏美尔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便转身朝大殿更深处走去。第3重试炼的入口是一道石门，门上刻着一行古老的文字：3人入内，2人可出。柳如烟看着那行字，脸色微微一变，苏美尔却只是挑了挑眉，似乎在等谁先开口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迈步走了进去。石门在我身后缓缓关闭，石室之中只有一座石台，石台上放着2枚玉简，那就是月华归元诀的拓印原本，但石台旁边立着一道结界，结界上流转着金色的符文。我抬手触碰，脑海中便浮现出一段信息：3人之中只有2人可以带着功法离开，第3人将被直接传送出神殿。至于被传送出去的那个人能得到什么，信息中没有提及。我收回手，转过身看着身后的2人。柳如烟咬着嘴唇没有说话，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坚定。苏美尔靠在石壁上，抱着手臂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似乎在等我的决定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走到石台前，将那2枚玉简都拿了起来，然后转身走到柳如烟面前，将玉简塞进了她手里。我又走到苏美尔面前，将第2枚玉简递了过去。苏美尔没有接，只是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意外。我平静地开口了：我本就不是你们宗门的弟子，若只能2人得知，那便你2人得知。说完，我将玉简放在苏美尔脚边，转身朝结界走去。苏美尔忽然伸手拦住了我，她的动作很快，快到我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她低头看了一眼脚边的玉简，又抬头看着我，眼中那种捉摸不透的情绪更浓了。她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抬手掐了一个法诀，一道暗红色的光芒从她指尖涌出，没入了那2枚玉简之中。片刻之后，她将近拿出3枚玉简，一枚丢给柳如烟，一枚丢给我，最后1枚自己收了起来。他转过身朝石门外走去，走到门口时忽然停下脚步，他没有回头，只是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：你身上的那个东西曾经是我的。我站在原地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紧接着系统的警报声如同惊雷般炸响，检测到元素主气息靠近，系统权限面临转移风险，危险等级重新判定中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玉简，看着苏美尔远去的背影，心中翻涌起惊涛骇浪。苏美尔那句话如同一块巨石砸进了深潭，我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动弹，系统的警报声在脑海中回荡，那刺耳的提示音让我太阳穴突突直跳，但我很快便压下了那股躁动，转身跟了上去。走出月神殿时，天边已泛起鱼肚白。苏美尔没有走远，她站在殿前的一处断崖边负手
手而立，红衣在尘风中微微飘动。柳如烟跟在我身后，她的目光在我和苏妹儿之间来回游移，眼中的困惑与不安越来越浓。我走到苏妹儿身边，停下脚步，她没有回头，只是看着远方渐渐亮起的天际线。沉默了片刻之后，她终于开口了。她前世本是天道座下的使者，负责监察三界运行，维持天地秩序。但她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发现了一件事：天道并非公正无私，它只是一套冰冷而僵硬的规则。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，它会毫不犹豫地抹杀任何可能打破平衡的存在。她曾经反抗过，结果便是被剥夺了使者之位，打落凡尘，转世重修。系统是她前世耗尽毕生修为炼制的法器，名为长生式炼器。她的使命只有一个，便是寻找一个拥有天赋者，赠其无尽寿元，用漫长到天道都无法干涉的时间，一步步成长到足以打破天道桎梏的地步。说到这里，他终于转过身来看着我，目光中没有了之前的戏谑与打量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凝重的认真。你便是那个被选中的人，无尽寿元，系统加点，焚元诀的巧合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，而是他前世在消散之前便已布下的局。柳如烟站在我身旁，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，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。她质问苏妹儿：从始至终，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。陆大哥他不过是你手中的一枚棋子，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机缘，每一份得到都早已标好了代价。柳如烟的眼眶红了，她攥紧了拳头，指甲几乎嵌进了掌心。她不管什么天道不天道，她只知道这些年来我是一个人在凡间挣扎求生，燃烧自己的寿元，与那些想要我命的人搏杀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的师祖，这让他难以接受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着眼前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是将我从凡尘中捞起来的师门长辈，一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故人之女。他们的争执与我有关，但此刻我却出奇的平静，只因我早已过了会因为这种事而愤怒的年纪。无论系统来历如何，无论这盘棋是谁摆下的，有一点我很清楚，我这条命是我自己一拳一拳打出来的，每一滴寿元是我自己烧掉的，每一道伤口是我自己扛下来的。苏妹儿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意外，柳如烟也愣住了，她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话。既然天道要抹杀我，那我便让他抹杀试试，谁生谁死还不一定。苏妹儿忽然笑了，那笑容中带着几分释然和几分感慨。我果然没有选错人。话音未落，她的脸色骤然大变，猛地抬头望向天际，我也感应到了，那是一股铺天盖地的威压，从9天之上倾泻而下，如同整片天穹都要塌下来一般。这股气息比纪伯昌强了何止100倍，甚至隐隐触碰到了元婴的门槛。一道金色的光柱从云层中直直落下，砸在我们前方100丈之外，地面被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。烟尘散去之后，一个青年从坑中缓步走出，他身着金色战甲，手持一柄通体雪白的长剑，剑身上流转着令人心悸的雷光。他的面容冷峻，眼中没有半分情感，仿佛只是一具被操纵的傀儡。他站在那里，气息便如同一座山压在我们3人头顶。苏妹儿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她低声说出了那个名字：天命之子赵元启，天道派来抹杀你的工具。赵元启的目光越过苏妹儿和柳如烟，直直地锁在我身上，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，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。天道有令，抹杀艺术。我没有退后一步，苏妹儿也没有。她抬手一挥，一道赤红色的光照将我们3人笼罩其中。赵元启拔出那柄白色长剑，剑身上的雷光瞬间暴涨，化作一道数丈长的剑芒。他一剑斩下，那剑芒裹挟着金丹巅峰的全部修为，如同一道天雷劈落。苏妹儿的光照只撑了一息便碎裂了，她闷哼一声后退了2步，嘴角渗出一丝血迹。我没有犹豫，一步踏出，双拳齐出，24点伤害，加上筑基初期的全部修为倾泻而出，拳锋与剑芒碰撞。我整个人被震退了数丈，双臂发麻，虎口崩裂，鲜血顺着指尖滴落。苏妹儿强撑着再次出手，一道道赤红色的光刃如同暴雨般朝赵元启倾泻，但那些光刃在碰到他身周3尺之处，便被无形的力量搅碎了。赵元启再次举剑，这一次他瞄准的是我，那一剑快到了极致，快到我根本来不及闪避。就在剑芒即将触及我胸口的瞬间，一道白色的身影扑了过来，是柳如烟。她整个人挡在了我身前，那道剑芒结结实实地斩在了她的后背上，鲜血飞溅如同盛开的红花。她闷哼一声，身体软软地倒进了我的怀里。我低头看着怀中的她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后背的衣袍被鲜血浸透，那道伤口从肩胛一直延伸到腰际，深可见骨。她抬起头看着我，嘴唇微微翕动，她想说什么，但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我只能看到他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，那双眼睛里的情绪太过复杂。我抱着他，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了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情绪从心底最深处涌了上来。那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更原始、更爆裂的东西。它烧穿了我所有的理智，所有的隐忍，所有的算计。就在这一刻，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炸响，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突破临界值，紧急开启隐藏机制，愤怒加点模式，伤害增加5点，气运增加1点，当前伤害总计30点，当前气运总计3点，当前防御总计1点。我感觉到一股全新的力量从体内涌出，如同沉寂多年的火山终于爆发。我将柳如烟轻轻放在地上，站起来转身面对着赵元启，他依旧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，手中的白色长剑上还滴着柳如烟的血。我握紧了拳头，指节发出咔嚓的声响，30点伤害的力量在拳头上凝聚，空气都开始扭曲变形。
我握紧拳头的那一刻，体内那股新生的力量，如同滚烫的铁水在血管中奔涌。30点伤害的加成让我有种错觉，仿佛一拳下去连这天都能捅个窟窿。但我没有急着出手，因为我知道光凭这点还远远不够。赵元起是金丹巅峰，而我只是筑基初期，这中间的差距不是几点伤害能抹平的。我需要更多的力量。我没有犹豫，体内焚元诀疯狂运转。这一次我不再计较代价，1年、10年、100年、500年，寿元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。焚元诀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、第4层，直到第5层才终于停下。秘籍上写的清楚，第5层需燃烧1000年寿元，可成金丹中期。我做到了，1000年寿元换来的修为在体内炸开，如同一颗星辰在丹田中诞生。筑基中期、筑基后期、金丹初期，最终稳稳停在了金丹中期。那种感觉太过奇妙，仿佛整个人被重新锻造了一遍，骨骼、血肉、经脉，每一寸都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力量。赵元起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他眉头微皱，手中天道剑再次举起，雷光剑芒比之前更加炽烈。我没有给他出手的机会，一步踏出，脚下的青石地面被我踏得粉碎，整个人如同出膛的炮弹般冲向赵元起。30点伤害的力量在拳头上凝聚，空气被我撕裂，发出尖锐的嘶鸣。赵元起横剑格挡，拳剑相交的瞬间，轰然巨响，如同惊雷炸开。我们脚下的地面寸寸碎裂，碎石被震得漫天飞舞。赵元起被我这一拳震退了半步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显然没料到我能在短短几个呼吸间，竟从筑基初期暴涨到金丹中期。我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第2拳紧跟着轰出，这一拳直取他的面部。赵元起侧身避开，手中天道剑反手削向我的脖颈，我抬臂格挡，剑刃砍在我的小臂上，有了防御加点的加持，让这一剑只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。换成之前这一剑足以削掉我半条胳膊。苏美尔也没有闲着，他看出赵元起的依仗大半在那柄天道剑上，他双手掐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道赤红色的符文从他掌心飞出，如同活物般缠上了赵元起手中的天道剑。那符文一触即剑身，便迅速蔓延开来，化作密密麻麻的纹路，将整柄剑包裹。天道剑上的雷光瞬间暗淡了大半。赵元起脸色终于变了，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剑，又抬头看向苏美尔，目光中多了一丝忌惮。我趁他分神的瞬间欺身而进，一拳轰在他的胸口，拳劲透体而入。赵元起身上的金色战甲被我打得皲裂开来，他整个人倒飞出去，在地面上离出一道长长的沟壑。他挣扎着站起身，嘴角渗出一丝金色的血迹。他没有再出手，只是冷冷地看着我，目光中那种没有情感的冰冷让我后背发凉。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，只是捏碎了一枚玉符，整个人化作一道金光冲天而起，转眼间便消失在了天际。我没有去追，因为我知道以我现在的状态，留不住一个一心要走的金丹巅峰。更重要的是，柳如烟还躺在地上。我转身快步走到他身边，他的脸色已经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，后背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，呼吸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。苏美尔走过来，蹲在他身边，抬手按在他的后背上，赤红色的灵力从掌心涌出，缓缓渗入柳如烟的伤口。苏美尔的脸色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，她是在用自己的修为为柳如烟续命。片刻之后，柳如烟的呼吸终于平稳了一些，但依旧昏迷不醒。苏美尔收回手，站起身时，她身体晃了一晃，险些跌倒。她咬着牙稳住身形，告诉我柳如烟的伤势太重，她的修为只能暂时吊住一口气，想要彻底治愈，必须找到不老泉，那处传说中的圣地可以治愈一切伤势。我没有犹豫，一把将柳如烟抱起，让她跟着我带路。苏美尔点了点头，走在我前面，她的步伐有些踉跄，显然方才消耗极大。我们一路向东，穿过密林，翻过山岭，走了整整3日。第3日黄昏，我们终于到了不老泉所在的峡谷。峡谷入口处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，上面刻着3个古朴的大字：不老泉。我抱着柳如烟正要迈步走入，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忽然从峡谷深处涌出，那威压比赵元起强了何止10倍。我停下脚步，抬头望去，只见峡谷之中站着一个人，那人身披黑色法袍，面容苍老，双目却如同2盏幽灯，散发着摄人的光芒。他负手而立，脚下踩着一道暗金色的光圈，光圈之中隐隐可见无数符文流转。他低头看着我们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声音苍老却如同洪钟般在峡谷中回荡。陆长生，我奉上界之命在此等候多时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我没有退后一步，因为身后便是柳如烟，她的呼吸微弱的几乎听不见。苏美尔也已是强弩之末，若我退了他们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抬眼打量着那个黑袍人，他的气息如同一片深不见底的汪洋，让我根本无法揣测深浅。元婴初期，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这个境界的对手。与金丹巅峰的赵元起相比，眼前这人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存在。但我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先开口问了一句话：我想知道上界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。黑袍人闻言，嘴角勾起一丝笑意，那笑容里满是轻蔑与怜悯。他没有隐瞒的意思，甚至很乐意让我死个明白。他名为拓跋渊，是魔族世代供奉的国师，但他真正的身份远不止于此。天道维系3界平衡，自有其规矩，而我便是这规矩中最大的变数。一个拥有无尽寿元的人，若是再配上打破天道桎梏的潜力，便足以让整个天地秩序为之倾覆。而上界那些高高在上的存在早已洞察了一切，他们不会允许第2个苏美尔出现，更不会允许一个比苏美尔更危险的存在成长起来。所以他来了，带着上界的意志，带着抹杀我的使命。我没有再问，因为答案已经足够清楚了。我不是被天道选中的艺术，我是被天道忌惮的变数。这2者之间的区别，决定了他们不会给我任何机会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柳如烟，又看了看身旁面色苍白的苏美尔，然后我将柳如烟轻轻放在地上，站直了身体，体内焚元诀再次运转，
这一次我不再计较代价，1年、100年、1000年都不够，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元婴初期，我需要更多的寿元，更多的修为。于是我直接燃尽整整1万年寿元，焚元诀终于达到了第6层的巅峰，同时我的修为也来到了金丹巅峰。金丹巅峰的气息从我体内爆发出来，脚下的地面被震得寸寸皲裂，碎石被气浪卷起又纷纷落下。拓跋渊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但也仅仅是一丝而已。金丹巅峰与元婴初期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，他知道这一点，我也知道。我没有退缩，一步踏出，30点伤害与金丹巅峰的修为同时爆发，这一拳裹挟着山崩地裂的力量直奔拓跋渊面门。拓跋渊抬手轻轻一按，一道暗金色的光幕挡在了他身前，我的拳头砸在那光幕上，如同砸在一座铁山上，纹丝不动。他反手一挥，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将我震退数丈。我稳住身形，我的双臂发麻，虎口崩裂，鲜血顺着指尖滴落。拓跋渊没有追击，他只是站在原地，用一种猫戏老鼠般的目光看着我。你的天赋确实惊人，万年寿元换来的金丹巅峰，放眼3界也找不出第2个。可惜天赋再好，也填不平金丹与元婴之间的差距。我没有反驳，因为他说的没错，但我没有放弃，毕竟放弃便是死。苏妹儿忽然动了，她从怀中取出一张残破的符箓，那符箓只有巴掌大小，通体暗金，上面画满了我看不懂的符文。她捏着那张符箓，手指微微发颤。这是我前世留下的最后一张天道残符，只能使用一次，也只能压制拓跋渊3息的时间。3息够了吗？足够了。苏妹儿没有再犹豫，她将那张残符祭出，暗金色的光芒瞬间爆发，化作一道光柱将拓跋渊笼罩其中。拓跋渊脸色大变，他发现自己周身的灵力在这一刻被完全冻结了。我抓住这唯一的机会，没有继续出拳，而是做了一件拓跋渊万万没想到的事。我在心中默念：系统将今年可用的所有加点机会全部加在气运上，气运增加10点，当前气运总计13点，气运加满，突破上限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，仿佛天地间某种无形的力量开始向我倾斜。就在拓跋渊即将挣脱残符压制的最后一息，不老拳爆发了，整座峡谷都在颤抖。不老拳的泉水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搅动，化作一道冲天的水柱直灌云霄。灵潮来了，那股磅礴到令人窒息的灵力，如同海啸般从泉眼中涌出，席卷了整个峡谷。拓跋渊被灵潮正面击中，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被冲飞出去，消失在远方的天际。我站在灵潮之中，那股纯净到极致的灵力疯狂地涌入我的体内，冲击着我金丹巅峰的瓶颈，刻骨铭心的痛涌了上来。但我咬着牙没有退后半步。3息之后，瓶颈碎裂，元婴初期的气息从我体内爆发出来，与灵潮交相辉映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仿佛与整片天地融为了一体。灵潮渐渐平息，我转身走到柳如烟身边，将她抱入不老泉中，泉水浸泡着她的伤口，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她的脸色也逐渐恢复了红润。苏妹儿也走到泉边，她看着柳如烟的伤势好转，紧绷了许久的面容终于松了下来。就在此时，天穹之上忽然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，一道金色的雷霆从缝隙中劈落，直直的朝我砸来。是天劫，天道要在这里将我彻底抹杀。我知道我躲不掉，我站在不老泉边，仰头望着那道金色雷霆，体内元婴初期的修为全力运转。30点伤害，13点气运，1点防御，这是我所有的本钱。第一道天雷劈落，我硬生生扛了下来，浑身焦黑，皮开肉绽。第2道天雷紧跟着落下，比第1道更加狂暴。我咬紧牙关，体内寿元疯狂燃烧，修复着被天雷摧毁的肉身。第3道、第4道、第5道，每一道都比前一道更加恐怖。但我有一样东西是天雷劈不碎的，那就是我无穷无尽的寿元。天雷劈毁我的肉身，我便用寿元重塑，一次不行就10次，10次不行就100次。当第9道天雷落下的时候，整个峡谷都被金色的雷光照亮了。我站在那里，浑身浴血，衣袍早已化为灰烬，但我没有倒下。天劫散了，天穹上的裂缝缓缓合拢，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：宿主成功度过天劫，系统升级为天道加点模式，可同时加点伤害、气运、防御。我感觉到体内的力量再次攀升，元婴初期、元婴中期，最终稳稳停在了元婴中期。我正欲松一口气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这次的声音与以往不同，多了一丝冰冷的机械感。新任务已生成，100年内击败天道化身，否则天地将毁。我站在不老泉边，望着天穹上那道缓缓愈合的裂缝，心中默默算了一笔账：100年。别人或许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我不同，我有系统加点，有焚元诀，有源源不断的寿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刚才已经找到了一个比单纯燃烧寿元更快的升级方式，那便是气运。气运点满之后，天地间的机缘会自动找上门来，不老泉的灵潮便是最好的证明。我只需要找到更多的机缘，再配合焚元诀和系统加点。接着我收回目光，看了一眼泉水中安睡的柳如烟，又看了一眼身旁疲惫不堪的苏妹儿。用不了100年，我只需30年。不老泉的灵潮退去之后，我在泉边盘膝坐了3日。这3日里，我没有运转焚元诀，也没有理会系统的提示，我只是安静的坐着，将元婴中期的修为一点一点夯实，同时也在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。
柳如烟的伤势已经痊愈，但她依旧昏迷不醒。苏妹儿说这是肉身愈合之后的自我修复，再过几日便能醒来。我将柳如烟托付给苏妹儿照看，独自一人离开了不老泉，因为我要去一个地方——分金庄。我离开那里已经有些时日了，但我始终记得当初四大门派在暗中商议如何将我交出去。那时我没有计较，因为我懒得计较。但现在不同了，我需要对那方天地做一个了断，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安稳的后方。回到分金庄时已是7日之后，镇口的牌坊还在，但那3个大字已经被一块新的牌匾盖住，上面写着4个字：魔族行营。我站在镇口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魔族士兵，心中并无太多波澜。分金庄的百姓还在，只是脸上多了几分麻木与恐惧。四大门派的掌门我一眼便看到了，他们正围坐在镇中最大的酒楼里，身边坐着魔族的将领推杯换盏，好不热闹。我没有隐藏身形，就那么一步一步走进了镇子。魔族士兵拦住了我，我抬手轻轻一挥，30点伤害的力量便将他们震飞出去。酒楼里的喧闹声戛然而止，四大门派的掌门鱼贯而出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们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。天剑宗的掌门最先反应过来，他挤出一张笑脸迎上前来，说陆半仙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分金庄正需要您这样的仙人坐镇。我没有看他，只是扫了一眼他腰间挂着的那块魔族令牌。万刀门的掌门也跟着帮腔，说四大门派不过是暂时与魔族虚与委蛇，为的是保全分金庄的百姓。我依旧没有说话，只是走到酒楼前的空地上站定。铁衣帮的掌门见我不为所动，脸色渐渐变了，他后退一步，手按上了腰间的刀柄。玄机阁的阁主则悄悄捏碎了一枚传讯玉符，我知道他在叫帮手，但我没有阻止，因为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片刻之后，数百名魔族精锐骑兵从镇外涌入，将整条街围得水泄不通。为首的魔族将领骑在高头大马上，用生硬的大净话冲我喊话，说分金庄已是魔族的地盘，识相的就乖乖束手就擒。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弯腰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，屈指弹出，那颗石子裹挟着元婴中期的修为，瞬间洞穿了那将领的胸口，又接连穿透了他身后数十名骑兵，才终于嵌入远处的一面墙壁之中。剩下的魔族士兵愣住了，四大门派的掌门也愣住，他们终于意识到，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一拳碎山的陆半仙了。我没有给他们太多思考的时间，一步踏出，身形如同鬼魅般在人群中穿梭，30点伤害加上元婴中期的修为，每一拳都是绝杀。不过一炷香的功夫，阵中再无一个站着的魔族士兵。四大门派的掌门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我没有杀他们，只是让他们带着各自的门人滚出分金庄，永远不许再回来。他们连滚带爬的逃了。分金庄的百姓们从家中走出来看着我，目光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让人将镇口那块魔族行营的牌匾拆了，重新挂上了分金庄3个字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回到了后山的山洞。柳如烟已经醒了，她和苏妹儿一同回到了分金庄。苏妹儿看着被我收复的镇子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许。她说光是守住一个分金庄远远不够，魔族的大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，天道也不会给我太多时间。我们需要一股力量，一股足以对抗魔族、对抗天道的力量。她提议建立长生盟，以分金庄为根基，吸纳天下有志之士。我与他商议之后便定了下来。柳如烟主动请缨，负责长生盟的日常事务，他做得很好，短短数月便将分金庄经营的铁桶一般，四方豪杰慕名来投。长生盟的势力以惊人的速度扩张，但这些事我并未过多参与，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便是修炼，100年之内击败天道化身。这个任务如同一座大山压在我心头，我需要找到一条比燃烧寿元更快的升级之路。不老泉的灵潮给了我启发，气运点满之后，天地间的机缘会自动找上门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不必再像从前那样一味的闭门苦修。我离开了分金庄，独自一人游历天下。气运加深的我，走到哪里都能碰上机缘。我曾在一条无名小溪边捡到一块上古玉简，里面记载着一种早已失传的炼体之法。我曾在荒山野岭中误入一处上古大能的作画之地，得了一葫芦足以让元婴修士突破瓶颈的灵丹。我甚至在一座不起眼的集市上，用几两银子买到了一柄残破的仙剑，剑中封印着一道上古剑修的剑意传承。这些东西若是换成从前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但气运加深之后，他们便如同长了眼睛一般自己找上门来。我一边游历一边修炼，一边将系统每年的加点机会分别加在伤害、气运、防御之上。30年之后，伤害50，气运20，防御30，修为已至大成巅峰，只差一步便可渡劫成仙。就在我准备闭关冲击真仙境的时候，天道化身提前降临了。他没有给我任何准备的时间，也没有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，他只是撕开了天穹，从裂缝中缓缓走出。那天道化身没有具体的形态，只是一团纯粹到极致的光。光芒之中，我感受到了一股足以碾碎星辰的力量。他说我本不该存在，我打破了3界平衡，他要亲手抹去我这个艺术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缓缓站起身，体内大成巅峰的修为全力运转，50点伤害，20点气运，30点防御，这是我这30年积累的全部本钱。天道化身抬手，一道足以毁灭万物的光柱朝我轰来，我没有躲，因为我知道这一拳便是我这辈子的答案。我握紧拳头，一拳轰出，50点伤害的力量在拳头上凝聚，大成巅峰的修为倾泻而出，气运加持之下，这一拳精准地击中了天道化身最薄弱的一点。防御加持之下，那道光柱在我身前3尺之处便被生生撕裂，拳劲与光柱碰撞，整片天地都在颤抖。天道化身的光团剧烈震荡，裂缝从他身上蔓延开来。我咬紧牙关，又补了一拳。轰然巨响之中，天道化身碎裂了，化作漫天光点消散于天地之间。那一刻，天道本体重创，3界震颤，系统提示音在我脑海中炸响。
宿主已击败天道化身，系统权限彻底解放，宿主成为新一代天道掌控者。我没有感到狂喜，也没有感到释然，只是觉得肩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东西。我迈步走上9天，脚下是万里山河，柳如烟与苏妹儿不知何时已来到我身后，分饰左右。我没有回头，只是望着这片天地。我本只想苟活于世，谁知活成了天。系统最后的提示音响起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疲惫。宿主已成真仙，系统使命完成，即将消失。我微微一笑，伸出手，在虚空中轻轻一握，一道全新的光从掌心浮现。你走了，那我便是新的系统。